Hello， 大家好，我是 Jeff。不久之前呢，我才做了一支影片，提到最近旧金山的治安日益败坏抢劫、砸车、零元购的情况屡见不鲜。当时还在庆幸自己居住的南湾矽谷还算安全可以舒舒服服的出去外面逛个街、吃个饭什么的。想不到越接近年底感恩节，治安是越来越差了，而且零元购的情况也逐渐蔓延到我所居住的区域根据 NBC 新闻指出呢，2023年的10月5号，矽谷南湾 Westfield Valley Fair 商场内的精品店 Gucci 日前被5名嫌犯抢劫，短短20秒的时间就抢走了价值超过5万美元的商品。商场内的保全以及一名路见不平的警官协助逮捕了其中1名嫌犯，不过仍有4名嫌犯在逃。天哪，这不就是我平常会去逛的购物商场吗？一直以来我都觉得那边还算蛮安全的，常常逛完街之后还会去对面的 Santana Row 吃个东西买个蓝瓶咖啡享受一下什么的。想不到零元购现在竟然已经离自己这么近了。虽然说零元购理论上来说是不会波及到其他路人的，不过如果你真的遇到了，还是很难说你会不会受到真的伤害，或是说你也顺便被抢劫了之类的。而在这个购物商场上班，一位不具名的华人员工指出呢，不止 Gucci 店，其实很多的精品店都已经遭殃了，只是碍于商场经营以及有些店家担心新闻发布之后会产生破窗效应，导致更多歹徒来抢劫，所以他们大部分都选择息事宁人。再加上加州第47法案的规定呢，财务损失在950美元以下的窃盗罪，如果是没有对其他人造成人身安全的犯案呢，会从重罪变成轻罪，也不会被优先处理。即使你屡次犯法，每次被抓都可以被定为轻罪而不用入狱。所以很多窃贼呢就光明正大的盗取商品，而且不会面临到任何的刑罚。以上2点导致呢，像是 Gucci 这类的精品店，或是像是 Apple 这类的高单价电子产品专卖店呢，就非常容易遭受零元购的袭击。而 Gucci 案件会被爆出呢，主要是因为有嫌犯被逮捕了，也因此警方不得不有所行动。而许多在购物商场上班的人也担心呢，越靠近年底，会有越来越多这类的零元购抢劫案发生，也不禁感叹最近的治安真的是越来越差了。天哪，在旧金山看过各种店家因为害怕零元购而纷纷把商品锁起来，大大影响逛街体验之后，该不会南湾也要跟上了吧？我自己是感觉最近矽谷南湾的治安是真的有在变差。很多我之前觉得安全的购物商场、安全的地方，最近都偶尔会传出一些零元购的案件或是抢劫的案件，连 Westfield 这种品质比较高的购物商场都会被抢劫了，还真的已经不知道有哪里的实体店是可以安心的逛、安全的逛了。如果未来商家开始把高单价的商品都渐渐上锁的话，我自己会觉得逛街就会变得越来越没有意思了，就失去那种你知道逛街的乐趣了。而且出门逛街，如果你遇到零元购，还有可能被流弹扫到那还不如网络上订一订送到家就好啦。虽然说现在包裹被偷走的情况也越来越常发生就是了。不止零元购，最近听说被抢劫和砸车的频率也有在上升的趋势，时不时就会听说有人只是去卖场买个小东西，他的车窗就被砸了，车内的电子产品被洗劫一空。有的人甚至车子什么都没放，也没放什么重要的东西，结果还是被砸了。现在加州的抢案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如果没有严重的人身伤害，其实是难以被起诉的。连警察自己都在抱怨他们都说他们自己天天都在做白工，抢案很难抓人，抓了人又很难关人。在警力不足的情况下呢，这件事情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根据 ABC7 News，2022年破车偷件案的频率增加了32%，很多人开始搬离加州，就是因为治安越变越差了。这其中最常被人提到的就是矽谷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抢劫和砸车。治安怎么就成了住在这里的民众好像只能自求多福的众多事情的其中一项？看到这样子的情况呢，其实我现在出门的时候都会变得更神经质一点，随时都会变得比较警觉，而且采买的话也只会去我比较熟悉的几个卖场做采买。停车的时候就算多绕几圈，也只愿意把自己的车子停在最显眼的那几个位置。偷偷告诉你们一招啦，就是不洗车，把车子弄脏一点，看起来就是台里面没什么东西的破车。好啦，这招应该没什么用。听说窃贼现在都蛮聪明的，他们有一些设备去判断说你车子里面有没有电子产品，有电子产品他就砸车，没东西他可能就不砸，以达到砸车抢劫的效率最大化。那你说哇，政府都不管的吗？其实还是有的。加州政府呢，最近就有宣布要投入2.67亿美元的资金，以支持各地方的执法部门打击这些零元购犯罪。州长纽森在宣布这一方案的时候就表示，这些肆无忌惮的零元购抢劫行为必须停止。他也表示呢，加州民众接下来会看到更多的执法行动，更多的警察，更多的逮捕和更多的重罪起诉。当无耻的犯罪分子从商店偷走商品的时候呢，他们将直接进监狱。
那这2.67亿美元呢，将被分布在55个加州的执法机构，那其中就包含湾区的几个执法机构，这就是 list。那就希望各个部门在获得这些预算之后呢，可以更有效的预防、调查、起诉这些有组织的零元购犯罪行动了。此外，近日有人发起了10万人签名的请愿运动，希望废除第47号法案。另外呢，也有州众议员提出 AB1599 提案，希望废除第47号法案。就在同一天呢，也有另外一位众议员提出旨在修改第47号法案的 AB1603 法案，提议将窃盗重罪的门槛呢从950美元降低到400美元。然而，最后2项投票都没有通过。不过，我想，就算投票通过了，预算通过了，治安应该也不会这么快改善。更何况，现在法案其实根本就没有通过，所以对于在这边生活的人，就只能更加小心自己的财务和人身安全了。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影片。如果喜欢今天影片的话，不要忘记帮我按赞、订阅、分享。我是 Jeff，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啦 ，See you。